被流浪汉凌辱伤害时，我的未婚夫正忙着安慰他的白月光，而我尝试求救的电话却被他一次次挂断。重生一次，我发誓再不要经历那样刻骨的背叛和凉薄。江锦行挂断了我的电话，也像掐断了我生的希望一样。我绝望地爬到巷口，鲜血一路蔓延，但很快腹部的剧痛让我无法继续前行。救命！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试图呼喊，但猛烈的疼痛好比烟花一样在我的全身爆发，眼前一黑，我彻底失去了意识。从沙发上醒来，四周异常寂静。我睁开眼，熟悉的房间映入眼帘，明明浑身是汗，我心里却是一片冰凉。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上跳出一则短信：江锦行，今晚有事，不回来吃了。我愣了一下，再看向手机上的时间，2021年2月，这不是3年前。我陷入了短暂的回忆，那时我和江锦行还没结婚，公司刚刚签了一个大客户。为了庆祝，一大早我就嘱咐他晚上得一起共享胜利的盛宴，但是江锦行却临时爽约。后来我才得知，那天他和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同庆祝白月光的归来。所以我这是重生了。我打开朋友圈，果然刷到了江锦行那些朋友更新的视频。映入眼帘的是江锦行为白净夹菜的场景。回看那条朋友圈的配文，兜兜转转解不开的圆还附了一个偷笑的表情，颇有种意味深长在里面。2年前我气不过，顺着定位找了过去，引来众人侧目。然而江锦行却只是淡漠地皱了皱眉，仿佛在审视一位毫无交集的路人。他沉默不语，没有任何解释的意图，就转身离开，留我一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间装修豪华的包厢中间，像个被遗忘的小丑，承受来自他一众好友的戏谑和嘲讽。我又记起上辈子明明已经约定好要去拜访我的父母，可他却因为白净的一个电话义无反顾地离开。事后我和他大吵，并在凌晨离家出走，却不幸遇到了夜巷中的流浪汉，被侮辱并失去了生命。其实被践踏完丢弃在那里时，我还有意识。可当我用尽全身力气按下紧急联系人的电话时，江锦行却冷冷地告诉我，在你不认清你自己的错误之前，不要给我打电话。再打回去也只有关机的声音。我浑身冰冷地坐在沙发上，回想着上一世死前的场景，控制不住的恶心干呕起来，滔天的恨意在我心底升起。这次重生给了我重新选择的机会，我绝不会让自己再置于那样的境地。我冷笑着勾起嘴角，指尖在手机屏幕上轻轻掠过，留下了一句绿茶配狗，天长地久，便打开衣柜，开始整理行李。我盘算着先开车回家看看父母，同时认真考虑未来的生活。路上，江锦行给我打了电话，质问我是什么意思。上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还是来自临死之前那通冰冷可怖的电话。我死死拽紧了手机，突然听到电话那一头传来柔弱的哭腔：阿行，是不是你女朋友误会了？我可以帮你解释，你千万不要为了我和她吵架。上辈子他也是这样楚楚可怜，一边说自己胃痛的厉害，一边又委屈地询问江锦行自己是否打扰到了我们。不想继续污染我的耳朵，我直接挂断了电话。爸妈开门，听到我的声音，妈妈急急忙忙来开门，被我扑了个满怀。怎么了，宁宁？妈妈焦急地询问我，爸爸也在旁边紧张地搓着手，生怕我是被欺负了。没有什么，只是想你们了。我吸了吸鼻子，撒娇似的钻回妈妈的怀抱。好久没吃到爸爸做的椒盐排骨，都馋死了。他们松了口气，笑着对视了一眼。这么大了还像个小孩子，要吃不会和爸爸打个电话，我们还以为你受委屈了呢。我抱紧爸妈，眼泪差点从眼眶飙出。上辈子我愚蠢至极，这么爱我的爸爸妈妈，那么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偏偏不长眼，撞死在江锦行这棵歪脖子树上。想到上辈子我死了，他们得多么伤心，我的心就控制不住的抽疼。爸，快给我做饭。妈，我有事要先回房间打个电话。我急急忙忙找了个借口回了房间。
躺在熟悉的床上，我才终于有时间好好复盘上一世我和江锦行之间的感情。每一个日夜里，他对我的冷漠、无视，甚至背叛，让我清晰地知道，连幻想里都没发生过任何的美好。我和江锦行是大学同学，开学第一天，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他那种独特的自信和冷漠就深深吸引到了我，我因此成了他的小迷妹。那一整年，我无数次地跟在他的身后，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但他却一直冷冷的没有回应。听说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一人拉扯他长大，我就更是心疼，连他对我的冷淡都带上了一层滤镜，觉得那是他的自我保护。每次只要专业没有课的时候，我就会去他们学院，主动创造机会和他亲近，可是他对我的态度总是那么冰冷，仿佛我的存在不过是他生活里的多余麻烦。你怎么又来了？江锦行看都不看我一眼，声音里满是不耐烦。哦，我只是想问你明天的课程。我的话语中带着几分尴尬和无奈，他却视若无睹地继续埋头于书本之中，自己去查。可是就是这样冷漠的好似寒冰的眼睛，却会在看到他的发小白静的时候，融化成止不住的宠爱和欣赏。听说白静母亲和江母是同村的老乡，两人一起嫁到南城，只不过白静母亲遇人不淑，嫁了个赌鬼，从小母女俩就没少挨打受气。8岁那年，白静母亲去世，而她的赌鬼父亲无暇管她，于是他每天放学就会拉着江锦行，要他陪他回家，两人之间也因此结下了难解的羁绊。想到他们一起经历了成长的痛苦和欢乐，我就更觉得自己无法融入。这种场景对比多了，再大的勇气也被我消耗殆尽。一切发生改变是在大4那年，白静毕业后就突然消失，一个短信也没留。江锦行找了很久，最终还是在他舍友那里得知他已经出国留学的消息。自此，江锦行便放弃了寻找他的行踪，夜夜在酒吧买醉。喂，你别喝太多，我轻声提醒道，在酒吧角落里拉扯着即将醉倒的江锦行。放手！他甩开我的手臂，别碍事。既然真正懂他的女孩离开了他，江锦行应该也能回头看看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的另一个人。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念头，放弃了回家接手公司的想法，决定留在南城陪他振作起来。这样天真的想法支撑了我在他身边的那些年。毕业后，他和人合伙创立了新药科技，一家以研发为主的科技公司。公司初始，江锦行和他的合伙人们埋头技术领域，没时间去分担公司的日常琐事，于是我一个人便担负起了文员、财务、销售的职责。我告诉自己，江锦行骨子里有股读书人的清高，他不逾交际，对社会的规则和人情世故一无所知。我不能让他刚踏入社会就被这些绊住前进的脚步。于是我依仗家族的背景为他谋取过一些资源，也因为害怕这会削弱他的自尊，所以从未刻意提及。但也许是因为我太过顾及他的心思，导致了他这些年并不在意我和我的家人。即使后来公司发展的如日中天，我们有时间可以谋划未来时，他也从未主动提议去拜访我的父母。没必要。江锦行的理由很扎心，虽然我们是恋爱关系，但我还没有做好这几年就结婚的准备。在经历过生死轮回重生归来的今天，我才看清，当时连最起码的尊重他都吝啬给我分文。重重地吐了一口气，我感觉自己像被解放般轻松，还好我的人生可以重来，上天给了我及时止损的机会。在家里休整了1周，我终于决定回去清理垃圾。这1周江锦行没有联系我，我并不意外。上辈子在大闹了他和白月光的聚会后，他便晾了我1周，直到我自己忍不住求和，才恢复了联系。不过这辈子可以直接默认，今后我和他将老死不相往来。回去前，我拨通了物业的电话。喂，你好，我是2201的业主，想请你帮我联系一下熟练的换锁师傅。电梯刚在22层打开，我就听到屋内传来了一阵欢声笑语。打开门，是江锦行和他母亲还有白静正坐在我亲手挑选的餐桌前，喜笑晏晏的一起吃饭。看到我回来，白静手下意识地挽住王丽蓉，无措地看了江锦行一眼。
江锦行只是淡淡的扫了我一眼，便继续低头吃饭。王丽蓉更是直接忽略了我的存在，热情地给白静夹菜。静静，你看这个虾，黄焖过以后特别入味。我看着眼前这一幕，想到了在我面前王丽蓉跋扈无礼的样子，以及对我颐指气使的态度，心里的怒火如同火山一样喷涌出来。我径直要求换锁师傅拆了这该死的锁。你们在搞什么鬼？王丽蓉放下筷子，愤怒地冲到我面前，这是我儿子的房子，你凭什么拆？哈！我讥讽地笑出声来，这是你儿子家？我告诉你们，这是我的家，我想要怎么拆就怎么拆。这套房子是大学毕业前爸爸就给我买好的公寓，在市中心，交通和环境很都便利。当年陪江锦行创业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他，怕他有心理压力，只是和他说用公司的收益租到的房子，房东很佛系，所以正好被我们捡了漏，租金并不贵。这几年江锦行挣的钱也足够买套房子，奈何南城地价贵得离谱，在市中心还是难以负担，最后他选了郊区的一套高层，由他母亲居住。而我和他考虑到交通的便利，还是继续租住在这儿。真是不可理喻，要不是阿行，你能住上这个房子？现在你是摆起女主人的架子了。王丽蓉一直觉得是我高攀了她儿子，对我一直都不客气。白静则楚楚可怜地望向江锦行和他母亲，转头诚恳地对我说：周宁，你别误会，我和锦行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太久没见容易了，你们不要因为我不开心。说着就起身要走，被江锦行一把拉住。江锦行冷冷地看着我，人却挡在了白静前面。周宁，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年静静没有办法才离开，这我不怪她。现在你得到了你要的一切，静静只是回来看下我妈，你何苦这样不依不饶？我气愤地拍了下桌子，胡说八道，你脑子是被驴踢过，居然会相信他这套说辞。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群人的恶心做作，就想他们原地消失。我掏出手机，喂警察吗？这里有人擅自闯入私宅。疯了，还嫌不够丢人。王丽蓉做事要冲上来打我，还好旁边的物业及时把他拦住了。江锦行阴沉着脸盯着我，但却没有开口说话。很快警察到场，请问发生什么事？其中一位警官询问道。白静委屈地带着哭腔说，我今天只是到好久不见的朋友家做个客，可是他女友并不欢迎我，他们也没结婚，我朋友好心让他暂住。就是王丽蓉眼见着警察来了，更是气势如虹。我儿子的房子，他却敢摆女主人的架子，带个朋友回家，他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神经兮兮。这么嚣张，还想进我家的门？我和你儿子早就结束了，我真的无法忍受了。警察同志，这真是我的房子，我只是想赶走一些不相干的人罢了。哼，无凭无据，你凭什么说是你的房子？众目睽睽之下，我从包里抽出那张足以证明的纸片，房产证，请看清楚上面写着什么名字，这是我毕业我爸买给我的。所有人都愣住了，江锦行则不可置信地问我，你不是说这是租的吗？江母更是语塞，不可能，如果是买的，怎么没有锦行的名字？你爸妈可真有心机，居然婚前偷偷买房。我翻了个白眼，警察当然也没这么傻，他指指白静，你们先甩锅还抢白，这分明是人家小姑娘的家，你们厚脸皮来这儿也就算了，还利用他家人不在这里霸凌他是吧？麻利班，托新欢闯旧爱家里，也是没水了。白静和王丽蓉脸色赤红，江锦行表情更是错愕的可笑，三人都哑火了。我对警察同志心满意足道了声谢，转头对物业师傅说，记得留意好啊，如果明天早上他们还在，请马上通知我。我意有所指地放大声音，那我就只好又要麻烦警察兄弟出马。物业师傅吃瓜吃乐了，一口答应着，放心，业主安全包在我身上，监督他们今天滚蛋。走的时候，我听江锦行咬牙切齿的警告，分手可以，只是你可千万别后悔。放心吧，我微笑回应，我绝不会后悔。带上你老娘和小青梅，赶紧闪人，
别再让我瞧见。我回了趟星耀科技，喊来了助手小李，告诉他我要离职，有些事情需要尽快交接给他。这个消息一出，整个公司都炸了。当年江锦行创业，我没要任何股权，现在公司好不容易起步了，我离开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小李和同事们都为我打抱不平。你怎么能这样就走了？那些客户明明都是你辛苦争取来的。小李在一旁愤愤地说道。对呀，你走了什么补偿都没有，太不公平了。其他同事也跟着附和。我摆摆手，别说了，这些东西我真的不在乎，早点离开我可以早点自由。我笑着安慰他们，好好干吧，以后我会回来看你们的。他们眼巴巴地送行，我的心情却像褪去万斤枷锁，轻飘飘的。一踏出公司门大门，我便掏出手机拨通闺蜜号码，喂，美丽，我重获自由了。电话那头传来闺蜜惊讶而兴奋的声音，什么意思？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我和李美丽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姐们，但我们看男人的眼光却截然不同。她不止一次告诉我江锦行配不上我，可惜当时我被蒙蔽了双眼，重见光明后，我觉得她说的一点没错。是你想的那样，老娘把她一脚踢开了。我没好气的回应。言归正传，听说你现在闲得发慌，要不要和我一起开个工作室？开店？你准备做什么？闺蜜显然很感兴趣。先开个画画工作室，然后再办画展。我语气坚定而轻松，我想实现我俩从小就想完成的愿望。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后，爆发出更加热情的声音，天哪，知道你总会有大动作。放心吧，姐妹，在南城这块土地上，没人比我更清楚哪里适合开艺术工作室。包在姐身上。挂断电话后，我站在街角，微笑着望向远方。未来其实一直如此广阔，过去是我把自己给限制住了。我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手指轻敲着杯沿，正构思着工作室需不需要再招纳一些画手。突然，手机震动打破了这份平和，是小李发来的信息。你知道吗？自从你走后，公司都乱套了。小李语气里带着幸灾乐祸。怎么回事？我好奇地回复。江总完全不懂管理，他让那个白静来负责你原先的工作。小李发来一串冷笑表情。结果呢？白静上任就开始大改财务制度。然后呢？要我说，他就和江总一样，不尊重那些天天跑一线的销售同事，只会纸上谈兵，美其名曰规范化公司流程，年底压下一堆人情往来账单不给报销。谁不知道销售部门那边天天在跟客户费尽心思，但白静说公司技术过硬，根本不需要这些无用开支。小李愤愤不平，现在销售部门人心惶惶，客户流失严重。我轻轻抿了口咖啡。还有呢？更离谱的是，他把那些学历低、关系网强的老员工都开掉了，留下那帮书呆子只会按客户要求做技术上的让步，为了签客户承诺了一大堆非标定制，现在技术部门也快炸锅了。小李像是找到倾诉对象般滔滔不绝，非标怎么可能那么快赶出来？有几个大客户的单子都违约了，剩下的估计到期也不会续了。我淡淡一笑，在手机上飞快敲击，看样子江锦行选对人了。别看离职的时候那么云淡风轻，其实我早猜到没有我，江锦行会焦头烂额。只是没想到他居然让白静这个废柴取代我的位子。当初白静回国的时候我就调查过，知道当年他压根不是真的去留学，而是哄了一个要水学位的富二代，跟着他一起去了 H 国。富二代玩得嗨，一开始还有点新鲜，后来对他就兴趣索然了。不过不尽然坏，还是包了他在 H 国3年的全部费用。他天天混迹在华人二代的圈子里，完全没去上过一天课。好在那所学校水平够低，加上二代塞的钱也够他混个学位回来装海归。可惜江锦行明明还算聪明，但遇到这个女人自动降智，真相信了他编的那个为了能和他匹配上，独自异国求学的坚强女主人设。
我甚至还来不及为江锦行感到尴尬，他居然先来找我算账了。你什么意思？那些大客户到期不续约，是不是你搞的鬼？他责备和恼怒的声音透过电话传了过来。我装作惊讶，难道问题出在我身上吗？或许应该反省下白静所做的好事。电话那头陷入沉默。其实我和白静真的只是朋友，上次聚会的事情我也能解释。江锦行话锋一转，似乎准备缓和态度。如果你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做梦去吧。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你也太高估自己了，我认什么错？承认自己当初眼瞎，错把榆木当珍珠，还是承认你和白静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只是你们爱情的背景板，凸显你们绝美爱情的大炮灰？不是。江锦行还准备继续说什么，我一下子挂断了电话。那天以后，江锦行没再联系过我。我回了趟原来的房子，确认他的东西已经搬走，不过屋子一片狼藉，估计江锦行走之前心情不太好，也可能是故意要跟我玩心跳。我找来了一家家政公司，把剩下跟江锦行有关的东西都一股脑扔进了垃圾桶。看着满满的垃圾桶，我拍下了一张照片，更新到了朋友圈上，清理垃圾。过了2天，江锦行的朋友圈也更新了一张牵手的照片，下面还有他一众朋友的评论：挥别错的，才能迎来对的。我就知道，白静才是锦行心中最重要的存在。所以说，强扭的瓜始终不甜，这次某人终于有点自知之明了。盯着这些评论，我冷笑地想象着他们的模样。刚和江锦行在一起的时候，那些混蛋就喜欢故意在我面前提起白静，装作礼貌地泼我冷水。后来，我陪着江锦行一步一步把公司做大，他们便无话可说，只是喊江锦行不要带我参加他们的聚会。现在以为我被江锦行踢出局，更是明目张胆的影射讽刺。我冷笑着，直接送他们去黑名单捋个好油，切断了一众渣渣的联系，整个世界瞬间清静无比。就在这时，手机一响，是江锦行那尊贵母亲的来电。真晦气，忘把她拉黑了。电话一接通，王丽蓉那充满指责和愤慨的声音便像利刃一般刺穿了宁静的夜晚。你就那么死心眼吗？难道你真的打算和锦行一刀两断？短暂的沉默后，我冷笑一声，轻描淡写地回道：阿姨，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和江锦行之间已经完全结束了背叛。您得先弄清楚，江锦行放我鸽子，和白静暧昧不清，你们觉得我该像个傻子一样当作不知道？王丽蓉被这顿反击愣住了，一时语塞。她显然没料到，我这个在她面前唯唯诺诺的小绵羊，居然也能字字锋利。你误会锦行了。王丽蓉放软了语气，她只是为了气你，还不是因为你先把她的东西丢出去，还发到那什么朋友圈里。她顿了顿，似乎是在酝酿情绪，继续说：我儿子我清楚，他只把白静当妹妹。我其实和他多次商量过，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上门拜访你的父母。至于白静吗？提到白静时，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有点微妙。你不用担心他会搅局，这孩子和他妈一样，心眼多，但我也不是糊涂的。要不是当年看他妈可怜，我也不会帮衬。这几年不见，谁知道他在外面学了点什么东西，连长辈都不知道尊重了。我捕捉到他言语中的不满，忍不住追问：哦，听您这么说，您对白静似乎并不太满意呢？你也知道，我一向看人准的。王丽蓉稍带疲惫地叹了口气后，开始和我大倒苦水。或许是近来白静的种种行为让她累积了太多的怨气，亦或是某种试图透过我寻求宣泄的冲动，促使她展开了讲述。原来江锦行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要和白静交往，毕竟当年他突然消失，这么多年都没有消息，在出现在江锦行公司蒸蒸日上的时候，也难免让人多想一些。然而，儿时情怀的朦胧滤镜，加上白静对男性心理的精准把握，他们终于在一场酒后的深夜里交织了情感。此后，白静就正大光明地和江锦行住在一起。上次被我赶出来，江锦行没来得及租房子，南城正好有为王丽蓉买的房子，白静便借此机会也住了进去。
同居生活让白静的真面目渐渐显露，她并未王丽荣想象那样殷勤照料她。一方面，江母始终强势如初，她想要掌控一切，包括儿子的情感和财富；另一方面，我与江母没有一同居住的经历，以前无论她如何刁难我，为了江锦行，我总是能忍耐下来。现在换成白静呢？表面温柔，实则算计精明，天天住在一起。王丽荣这么精的人，当然一眼看出了她的不简单。你知道吗？王丽荣声音中透露出焦急。上次她竟然提出要卖锦行的房子，说是有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可那房子明明是锦行打算给我养老的，她居然打算拿去用在别的地方，还和我说以后可以去高端养老院，真当我好骗吗？卖房子？我故作惊讶，真是新闻啊！察觉到自己话音未落，便透露了太多，他忙不迭地换了个话题，语气里带上了几分软度。宁宁，你对锦行的真挚，我看得清清楚楚。要是你们能好好的，我这做妈的心也安了。我们可以早日见家长。他又开始试图诱导，商量下婚期。哈，我倒要感谢你们家的慧眼识珠啊！我嘲讽地挤出每个字节，不是一直觉得是我高攀了你儿子吗？难道是见到你那可爱的儿子在白静面前团团转，像无头苍蝇一样，你才忽然发现了我的好？而你是害怕老无所依吧？我毫不客气地嘲笑着，告诉你，我们家不欢迎你们，你那所谓的福气留给你自己好了，别来烦我。说完，我干脆利落地挂上电话，随即拉黑。在那一刻，我想象着白静面对着他那副老态龙钟的脸该如何反应，怕是也要被逼得鸡飞狗跳吧。我内心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快感。阳光透过画室的落地窗洒在了画布上，我正专注地为一幅新作品调配颜色。这个空间是我的避风港，每一笔每一抹都承载着我对未来无限的期待和热爱。但很快，推门而入白静和江锦行打破了我这个美好的氛围。他们牵着手，白静穿着高级定制套装，嘴角挂着得意的笑容，江锦行则神情有些复杂，看我的眼神也有点尴尬。这不是江总和他的现任小娇妻吗？来我们画室有何贵干呢？他们还没开口，李美丽就先一步站到门口截住了他们。我们只是来通知你一个消息。白静故意放大声音说道。怎么？现在开个小画室就这么满足了？我和锦行还想看看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呢。有什么消息快说，说完滚蛋。对于这对颠公颠婆的到来，我没有什么耐心。星耀科技即将入围某大型投资项目，白静显然很自豪，周氏也会参加。然后呢？和我有什么关系？江锦行看向我，你现在开的画室，我知道租金很高。他顿了顿，其实如果你愿意回来，星耀的同事还是欢迎你的，技术那边也说和你对接比较顺手，呵呵，大可不必。我对此表示不感兴趣，是我离开星耀，不是星耀开除了我。如果我想，我完全可以把你们踢出局，还继续给你打工。我想，江锦行真的是太自以为是了，没有让你给我打工。如果你回来，我可以转让一部分股权给你，毕竟这么多年，你却是应得的。这么重情重义，不太像你的作风。不是因为担心搞不定客户和技术，所以来求我。你胡说八道什么？白静气恼地冲到了我面前。你以为你能靠画画活下去？谁知道你靠什么手段拉拢的客户，一个个上赶着解约。既然你不识好歹，那就算了。告诉你，周氏对我们很感兴趣，听说他们的董事长还特地让技术了解了这个项目。他冷笑着说道，既然你不稀罕星耀的股权，那就走着瞧，到时候不要后悔。我轻描淡写地拿起笔继续勾勒我的作品，这是我的生活，我不会后悔。麻烦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我和你们还有星耀没有任何关系。晚上爸爸拦住我，神色复杂地递给我一个精致装饰的邀请函。我接过他手中的邀请函，翻开一看，原来是白天白静和江锦行提到的那个投资分享会。爸爸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道，本来周氏并不准备参加这个投资会，但我听说这个项目和你有关。我心中一惊，
仔细一看，我接手过的软件项目也在参选范围内。脑海中顿时勾画出离开前我和江锦行还有公司研发人员连日加班的画面。既然我也倾注了那么多心血，我总得去看看结局如何。投资会场里人头攒动，各种交流声不绝于耳。林总看到我，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这次是代表周氏还是星耀过来的？”我笑着回应：“我已经与星耀科技无关，这次是代表周氏看看投资前景如何。”林总一下愣住，刚想继续询问，突然会场门口出现了江锦行和白静的身影。我观察到他们的目光焦急而迫切，似乎在寻找某一个特别的人，目光不期然与我的视线相撞。白静似乎没料到在这里会见到我，她看向江锦行，他怎么会在这里？而江锦行看起来则是戒备万分，似乎担心我会做出什么行为，他直接向我走来：“你为什么出现在这？”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是和几个行业内的朋友共同来的。”白静不屑地扬起嘴角，尖声讥讽：“你那个破画室也需要融资？这里是商业巨鳄的游戏场，你这小鱼小虾怎么混得进来？”我选择了沉默，只是冷冷地望着江锦行。他已经迈步走向林总，礼貌地低头示意：“林总，久仰大名，我是星耀科技的江锦行。”林总停顿片刻后，还是握住了江锦行伸出的手，只是眼神还在扫视着白静挽着江锦行的手，继而疑惑地看向我。我微微一笑，并没有作声。见我不出声，白静试图显示自己的必胜信心，急忙向林总伸出手，笑容中带着一抹不容置疑的得意：“林总，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是星耀科技的白静，未来我会对接贵公司的相关业务，希望我们合作愉快。”林总原本的疑惑转为了明悟，他沉默了一会，望向江锦行，眉头紧皱，目光冷了下来，再没有继续追问，只是点了点头，转身迅速离开了会场。江锦行一愣，还没反应过来，白静突然扯着嗓子拔高了声音说：“我说，怎么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也进来了？原来是抱上了金主大腿，过来混圈子的。”白静的话音很尖锐，迅速传遍了会场，引起众人窃窃私语，一时议论纷纷。我却没理会他，放任自己嘲讽的目光在他身上打了一个转，转身直接走进了内场。整个会议开始，参选项目的公司依次进入介绍。轮到星耀科技的时候，我身边的林总敲了敲我的桌面，提示我抬头。原来是江锦行拿着一份材料，正准备上台介绍他的产品。突然，他的眼神扫视到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的我，估计他也很疑惑为什么我会代表周氏。片刻的愣神后，江锦行便重新恢复神态，自信地介绍起星耀最新推出的软件商品。以上就是我的介绍。总结完毕，我率先鼓起来掌，其他投资人看到我鼓掌，也跟着拍起了手。江锦行脸色一下子变得怪异起来。这次会议主要是介绍分享为主，因此也没有马上正式给出是否投资的意向，只是后续投资部门会综合各项因素给出具体的评估。我没有和江锦行对话，但我面前周氏代表的名牌已经说明了一切。离开时，白静故意跑到我面前：“我听说林总可是有家室的，你不会以为自己有机会吧？”闭嘴！江锦行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有点狼狈地看了我一眼，带着呆愣的白静离开了。晚上我回家时，发现江锦行站在家门口。他见我回来，眼神复杂地望着我，隐隐约约透出欲言又止的迷茫。“宁宁。”他停顿了一下，握住了我的手。“原来你父亲就是周董，你为什么从来没和我说过？”我冷冷地打断他的话：“江锦行，难道不是你一直拒绝去见我的家人？从一开始你就并没有想了解过我。不过这些都不重要，现在你和你一直思念的白静在一起了，你的梦想实现了。”“没有。”江锦行苦恼地说，“其实我早就后悔了。上次你拒绝我，我是有好好考虑过我们之间的问题。但是一次应酬后，白静给我下了药，我没防备。我可以和他分手，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忍不住笑了，嘲讽地开口：“过去你的心里只有白静，但你却能接受我追求，心安理得地和我在一起，利用我共度难熬的日子。
现在你和白静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你却说还是想和我在一起，你的喜欢就这么廉价吗？江锦行目光闪动，似乎犹豫不知道怎么回答。宁宁，我知道自己的错，我对你是真的，只是可能不善于表现，能不能重新给我一个机会？这次我一定不会再让你伤心了。这话你信吗？之前你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填补空虚的工具，当我看清了你的真面目，你觉得我还会那么傻吗？江锦行变得焦急起来，他抓住我的双手，用力地说：宁宁，我发誓我会改变，为了你，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挣脱开他的手，嘲讽地笑着说：改变？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的道歉和保证真的不能改变什么。我转身离开，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家门口，眼神中充满了懊悔和无奈。林总问我是否知道白静的来头，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会问白静的事情。他告诉我，有一次商务应酬后，他偶然看到白静和树然的负责人在咖啡厅聊天，姿态亲密。当时他没细想，事后他突然想起星耀的竞争对手就是树然。白静当时在投资会上的所作所为，俨然就是星耀女主人的架势，但是和树然的负责人纠扯不清，又实属奇怪。投资会结束后，白静特意来找过他，为的只是告诉他我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女人。看来江锦行并未告诉他你的父亲是周董。林总意味深长地说道，恐怕这个白静压根不知道他自己做了什么蠢事。你没解释我们的关系吗？我好奇地问他。我没必要和这种蠢女人多说话。林总弹了弹烟灰，我只是打了个电话给江锦行，让他管好自己的员工，不要随便来干涉指点甲方的所作所为。听完他说的，我不由笑了起来。我都能想象江锦行气急败坏的样子，不知道会不会直接喊白静滚回去。林总是我父亲很多年的合作伙伴，也是一见如故的好友。当时知道我和江锦行在一起，爸爸其实并不赞成，还是林总和他说江锦行年轻有为，宁宁眼光不错，我父亲才勉强允许我和他接触。而和星耀合作，除了林总确实比较看好江锦行外，更多的还是因为星耀和周氏之间的关系。一旦我和江锦行结婚，那周氏的资源将大概率向星耀倾斜，这对于他来说百利而无一弊。但是现在星耀失去了我，等于失去了最重要的价值。林总等人自然也不是傻子，知道及时止损。日子一天一天过着，我再没遇到过江锦行。直到有一天，在街边的咖啡店重逢了老朋友星耀的合伙人陈平，他手执一杯已经冷掉的摩卡，疲惫地向我累述着星耀最新的困境。投资会结束后，本来有那么几位投资方对我们公司的软件表示兴趣，我们满心希望能够扳回一城。当时他们和江锦行连续几天加班完善代码，为的就是能依靠这次投资挽回一些损失。陈平的语气突然沉了下来，脸上露出难以言说的悲凉。没想到，就像晴天霹雳，有人暗地里偷走了我们内部刚研发出来的软件源代码。他痛苦地揉了揉太阳穴，随后又无力地放下。转眼功夫，对手家的产品就急匆匆地出现在市场上了。沉默占据了我们之间的空气。虽然我很厌恶江锦行，但是面对陈平，我无法想象这对他的打击有多大。陈平淡淡的补充，由于我们连著作权都还没申请，所以连诉讼也无门，原本有意的投资就宣告泡汤。现在星耀陷入了困境，不得不全力以赴来自救。没找到是谁吗？我有点震惊，毕竟能够获取这个代码的人一定是和江锦行很亲密的人。但很快我就猜到了，那是白静。原来林总解约后，江锦行便不准白静再插手关键的项目，并对他愈发冷淡。而白静从林总那重伤我无果后，更是气急败坏，扬言一定要为星耀拉到比林总实力更为雄厚的客户。为此，他天天盯着销售部门，并从销售经理那获取了所有已解约客户的联系方式。可惜，无论他如何放低姿态，登门拜访，都没有挽回一个客户。甚至因为他的鲁莽行事和低情商的沟通能力，让一些有潜在签约意向的客户望而却步。星耀所有人都对此怨声载道，江锦行更是被推到风口浪尖。后来，
白静无意间通过星耀的某个供应商接触到了另一家软件公司的老总，也就是星耀一直以来的竞争对手树然科技。对方看出他的贪婪，暗示他如果能把星耀最新的技术代码搞到，事成之后不仅会给他丰厚的报酬，并且会想方设法帮助他跻身上流圈子。虽然之前星耀在业内发展得很快速，但是随着一大批客户和技术人员的离开，公司已经摇摇欲坠。投资会只是一个敲门砖，等待收益是个漫长的阶段。白静忍受不了这种等待，而且江锦行对他突然冷淡的态度令他惶恐不安，那种无法掌控的感觉也让他不爽。于是他接下了那根橄榄枝。江锦行最开始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他无意中看到了白静手机里和那位老总的聊天记录，才恍然大悟。他的怒火如同被点燃的炸药，一触即发。他从来没想过白静这个曾经温柔体贴的女人竟然会出卖他。那些秘密的项目资料、客户名单，甚至是公司内部的策略布局，全都被他泄露给了竞争对手。理智全失的他，当晚便把白静拖到了楼梯口，在邻居面前演示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家暴剧目，最后还是在110的警笛声中才结束了这场混乱。我对这个事情的走向感到目瞪口呆，又有点幸灾乐祸。毕竟和我上辈子的遭遇相比，江锦行受到的惩罚并不沉重。后来全公司都知道了这个事情，本来因为你离开，合伙人已经对他很有微词，这件事一出，当时怒声和责问都要将他吞没了。那白静呢？听说报警当晚他就搬了出去，现在星耀内部都焦头烂额的，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他们的事。我最后一次听到江锦行的消息，居然是他杀了白静。白静的背叛不仅摧毁了星耀的未来发展计划，更是直接导致江锦行被自己缔造的商业帝国所抛弃。因为业内的保密条约，哪怕是白静窃取了代码，但公司的源代码只有江锦行手上有，他必须对此负责。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是白静盗窃而非江锦行故意泄露，因此他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件事也被整个行业所耻笑非议。而白静那边通过树然方面的牵线，居然真的接触到了一些不谙世事的富二代，并成功上位，即将订婚。这使江锦行的母亲愤怒不已，她电话给白静，威胁自己将要大闹订婚宴，让所有人知道她的真面目。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还没等他出手，白静的赌鬼父亲便找上门来。原来这些年他一直和白静保持着联系，在白静马上要跨入豪门的关头，他当然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江母搅黄了他们的计划，并且他还告诉了江母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当年白静的母亲偷偷和江父搞在一起，并且转移了大部分的婚内财产。白静的父亲发现了这个事情，借此威胁两人必须定时给他汇钱，否则将砍断江父的手脚，并闹得人尽皆知。江父也是个怂蛋，敢背着老婆偷吃，却又不敢承担责任，把一切都怪到白静母亲头上。面对白父时不时的威胁勒索，更是心惊胆战，到后来直接积郁成疾，惶惶而终了。而白静的母亲之后被殴打辱骂也不敢吭声，生怕惹恼了白父，把事情捅了出去，被街坊邻居的唾沫淹死。而这一切白静全都知道。如此丑陋的真相被揭穿，江母心中的愤懑和震惊难以想象，一下子气得脑梗住进了医院。江锦行从未体验过如此压力，一方面要照顾住院中健康堪忧的母亲，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因为错误决定而导致的前途尽毁。他之前的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自小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长大后又有我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事业。因此在这个看似优秀的男人身上，缺少了面对挫折时所必须的韧性和冷静。或许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即将失去一切，名誉、权力、家庭，在那种近乎崩溃边缘状态下，他认定白静就是罪魁祸首，正是他害得自己跌落神坛。于是某个午后，白静独自外出时，被江锦行在一个僻静小巷内残忍杀害。
警察很快介入调查，并迅速锁定了嫌疑人。江锦行并非职业罪犯，留下了太多明显线索。当警方敲响他家门时，他甚至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或辩解。面对铁证如山般的确凿证据时，也只是默默接受现实。过往的名利和夸赞都不再存在，仅剩下法律制裁和良知审判，等待着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男人。还好你早早离开了那个渣男。现在想想，真是太庆幸了。李美丽捂着胸口，震惊地看向我。我的心中没有波澜起伏，只有淡淡的平静。对于江锦行和白静之间发生的事情，我早已不再关心。毕竟，在前世那场悲剧之后，他们与我之间就像平行线一样，永远不会相交。我已不会再为无关的人浪费一丝一毫感情。我只是感慨上一世的自己曾倾尽全部，也未能得到公平的对待。所以，爱人先爱己。和对的人，那才叫双向奔赴，而错的人只会让你坠入万丈深渊。全剧中，